第5章，去冒险。有一段时间，亚伯拉罕·林肯号的航行很顺利，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显示了内德兰德出色的能力，也证明了他对自己的信心。6月30日，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附近，这艘军舰遇到了一些美国捕鲸船，他们说没有看到独角鲸。其中一艘船的船长，也就是门罗号的船长，知道内德兰德在亚伯拉罕·林肯号上，就请他帮忙抓一头鲸鱼。法拉格特司令很想看看内德兰德是怎么做的，就同意他登上门罗号。内德兰德运气很好，他不仅捕获了一头鲸鱼，而且是2头，一叉双鲸，一头被他刺穿了心脏，另一头则在追捕了几分钟后被他捉住。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怪物遇到内德兰德的鱼叉，我不会看好它。军舰快速地沿着美洲西南海岸航行。7月3日，我们到达了麦哲伦海峡，在维尔京斯角附近。法拉格特司令不想进入这条弯曲的海峡，就让船绕过何恩角。所有船员都同意他的做法，而且我们有可能在那条狭窄的海峡里找到独角鲸吗？很多水手都说怪物不可能通过那里，因为它太大了。7月6日凌晨3点左右，亚伯拉罕·林肯号在何恩角以南大约15英里的地方，绕过了这个孤零零的小岛。荷兰水手用他们家乡的名字命名了这个位于美洲大陆尽头、与世隔绝的礁石。船开始向西北方向航行。第2天，军舰的螺旋桨终于开始搅动太平洋的海水。注意观察，注意观察！亚伯拉罕·林肯号的水手们不停地喊着，他们努力地睁大眼睛，他们的眼睛和望远镜都用得很厉害。确实，因为他们期待着那$2000美元的奖金，所以不敢有片刻休息。他们日夜不停地搜索海面，而那些夜视能力强的船员，因为能在黑暗中看得更清楚，获得奖金的机会也增加了50%。我对金钱不太感兴趣，但也是船上最留心观察的人之一。我只用很少的时间吃饭，只睡几个小时，不管日晒雨淋，都不离开甲板。我俯身在船头的栏杆上，或者靠在船尾的扶手上，贪婪地审视着那片白沫翻腾，一直延伸到天际的大海。有多少次，当一条任性的鲸鱼将其黑色的脊背露出水面时，我和船上的高级船员以及全体船员都同样激动。军舰的甲板上立刻挤满了人，舱口涌出成群的水手和军官，他们每个人都屏住呼吸，目光灼热地注视着那头鲸类的活动。我一直看着，看到眼睛疲劳，几乎失明，而孔塞伊总是很冷静、平静地对我说：“先生，如果您能好心不把眼睛睁得那么大，反而会看得更清楚。”但是，这么多的激动都是白费力气。亚伯拉罕·林肯号改变了航向，向着发现的动物驶去，结果只是一条普通的鲸鱼，或者一条普通的抹香鲸，它很快就在一片咒骂声中消失了。尽管如此，天气一直很好，航行也很顺利。我们当时正处于南半球最恶劣的季节，因为那里的7月相当于欧洲的1月，但是大海仍然平静，很容易在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观察。内德兰德仍然非常不相信，甚至在他不值班的时候，除非附近有鲸鱼出现，否则他都假装不去搜索海面。尽管如此，他那非凡的视力本来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位固执的加拿大人，每12个小时里就有8个小时在自己的船舱里看书或睡觉。我上百次地责备他的这种漠不关心。哎，他回答说，那里什么也没有。阿隆纳斯先生，即使有什么动物，我们又有什么机会看到它呢？
我们这不是在冒险吗？据说他们在北太平洋又看到了那只神秘的怪兽，我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那已经是2个月前的事了，而且从您那独角鲸的性情来看，他好像不喜欢在同一个地方待太久，他行动异常迅速。然而，教授，您比我更清楚，大自然从不做没有意义的事，它不会赋予一种天生行动缓慢的动物快速移动的能力，如果它不需要的话。所以，如果这只怪兽存在，它现在一定已经跑远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显然，我们是在盲目的前进，但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此外，我们的机会非常有限。尽管如此，没有人怀疑这次探险的成功，也没有一个船员会拿钱打赌独角鲸不会出现，而且很快就会出现。7月20日，我们经过了西经105度的南回归线。同月27日，我们在西经110度越过了赤道。确定了位置后，军舰直接向西航行，进入了太平洋中部。法拉格特司令认为，在深水中航行，远离大陆或岛屿是更好的选择，因为这种动物似乎总是不愿靠近那些地方，可能是因为那里水不够深。据船上的大副说，因此军舰经过了波托木群岛、马尔克萨斯群岛和三明治群岛，在西经132度经过了北回归线，然后驶向中国海域。我们终于来到了怪物最后出没的地方。说实话，我们一直处在极度不安之中，我们的心跳得非常快，未来可能会因此患上无法治愈的动脉瘤。全体船员都处在一种我难以形容的神经高度兴奋状态。我们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1天20次，一个错误的判断，或者一个爬在桅杆顶上的水手因视觉错觉而发出的喊叫，都会引起巨大的惊吓。这些情绪1天重复20次，使我们处于一种过于剧烈的兴奋状态。如果不出现某种及时的反应，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这种反应很快就出现了。3个月来，这3个月里的每一天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亚伯拉罕·林肯号在北太平洋航行，追逐着他发现的鲸鱼，突然偏离航线，猛地转向这边或那边，突然停船，加速，或者一次又一次地改变航向，冒着损坏机器的风险。从日本海岸到美洲海岸，没有一处未曾探索过的港口，什么也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荒凉海浪。没有任何东西像一只巨大的独角鲸，也没有任何东西像一座水下小岛，也没有任何东西像沉船的残骸，也没有任何东西像暗礁，也没有任何东西像其他任何超自然的东西。然后反应发生了。失望首先控制了人们的情绪，并为怀疑打开了通道。一种新的感觉在船上蔓延开来，其中3分是羞愧，7分是愤怒。我们因为相信了一个幻想而觉得自己愚蠢，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到愤怒。1年来积累如山的论据一下子崩塌了。我们每个人都只想在睡觉或吃饭的时候弥补那些如此愚蠢地牺牲掉的时间。人类精神天生的轻浮，使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探险队最热心的支持者，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最激烈的反对者。这种反应从船底的锅炉房一直蔓延到军官的岗位。如果不是法拉格特司令特别固执，军舰肯定早就一直向南航行了。但是，这种没有结果的寻找不可能持续太久。亚伯拉罕·林肯号已经尽力了，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美国海军的船员从来没有表现出如此大的耐心和努力，没有人可以指责他的失败，除了返回，没有别的选择。人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司令，但他仍然很坚定。水手们没有掩饰他们的不满，工作也受到了影响。我不想说船上发生了哗变，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合理的固执之后，法拉格特司令
就像当初的哥伦布一样，要求3天的时间。如果在3天之内怪物没有出现，舵手就会转动3次舵轮，亚伯拉罕·林肯号将驶向欧洲海域。这个承诺是在11月2日做出的，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让疲惫不堪的船员们重新振作起来。人们以新的注意力审视着海洋，每个人都想最后看一眼，那一眼凝聚了所有的回忆。望远镜以一种狂热的劲头工作着，这是向那头巨大的独角鲸发出的最后挑战。按理说，它不应该拒绝露面。2天过去了，亚伯拉罕·林肯号保持着低速航行。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引起动物的注意，或者刺激它的冷漠，以防它就在附近。人们把大块的猪油拖在船后，说实话，这让鲨鱼们非常高兴。当亚伯拉罕·林肯号停泊时，小船在各个方向上围绕着它行驶，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海面上的点。但是11月4日的夜晚到来了，水下的秘密仍然没有被揭开。第二天中午，也就是11月5日，规定的时间到了。在确定位置后，法拉格特司令必须信守承诺，驶向东南方向，彻底放弃太平洋北部地区。军舰当时位于北纬31度15分，东经136度42分，日本海岸就在下风不到200英里的地方。刚刚过了8点，天色开始变暗，大片的云朵遮住了月盘。那时，月亮正处于上弦月，大海在军舰的船头下平静地起伏着。我在船头，靠在右舷的扶手上，孔塞伊在我旁边，注视着前方。船员们爬上了支索，眺望着正在收缩并逐渐变暗的地平线。军官们用他们的夜用望远镜搜索着越来越浓的黑暗，有时阴暗的海洋会因月光从2片云彩间投下的一缕光芒而闪耀，然后所有的光迹又消失在黑暗中。我观察着孔塞伊，发现这个好小伙子多少也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影响，至少我是这么觉得。也许这是他第一次神经因为好奇而颤动。加油，孔塞伊！我对他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可以赚到$2000了。请允许先生告诉我，孔塞伊回答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奖金，联邦政府就是承诺$10万，也不会损失的。你说的对，孔塞伊，毕竟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情，我们太轻易地就相信了，浪费了多少时间，经历了多少无用的情绪。6个月前，我们本应该回到法国了。回到先生的小公寓里，孔塞伊回答说，回到先生的博物馆里，而且我已经把先生的化石分类整理好了。鹿豚也会待在植物园的笼子里，吸引所有首都的好奇者。你说的对，而且他们还会嘲笑我们。的确，孔塞伊平静地回答说，我认为他们会嘲笑先生。需要说吗？是的，孔塞伊。那么先生会得到他应得的。真的吗？当一个人有幸像先生这样博学时，他就不应该冒险。孔塞伊没能说完他的恭维话，在普遍的寂静中，一个声音刚刚响起，那是内德兰德的声音，他喊道：喂，那东西在下风向正横方